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 AI DeepSeek 接入 API 的方法。因为有很多小伙伴呢，他们家的电脑并不是7乘24小时一直在运行，有些小伙伴甚至没有什么高配置的电脑因为毕竟运行这种大模型，它的显卡一定要是不错的，即使你显卡不错你在本地大概率运行的也都是那种蒸馏的模型，所以最终我们又回归到了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，这种可以被我们7乘24小时去使用，并且能够达到满血版的大模型调用。最近呢，我发现有一个叫硅基流动的，走这个链接，你只要注册，然后就可以获得14元的使用量，大概2000万免费的 token 都可以去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满血版的 DeepSeek R1 671B 的参数的版本。硅基流动这边呢，其实不光是 AI 聊天这块，它还可以图像生成，接入的 Flux Stable Diffusion， 那么给它一张树构图，到 LAN 的这个绘画网站，然后随便给它一个人物吧，复制，我们不看直接这边粘贴进来，然后它就可以去生成了。这个都是消耗 token 的有对应的收费的。它这个生成速度是非常快的，至少可能是4080以上的一个状态。有了这个硅基流动的使用呢，它是文声图、文声视频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今天主要讲怎么去接入 API， 在我们的 VPS 上去使用。我们在硅基流动注册账号以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创建一个 API 的 key 这边直接添加，随便起一个名字，就比方说我们的 DeepSeek R1这样的，我们点击保存，它就会给我们一个 key， 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key， 我们就可以去用了。Web UI 我都会跟大家介绍。我这边呢依然去使用徕卡云的云服务器，他们最近有活动是21块每个月，有香港的、美国的、韩国的是双 ISP 的家庭宽带的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我们回到 VPS 上，我们运行科技 LAN 的一个一键脚本，这边点击，然后复制，然后右键回车进来，然后选择11应用市场，这边有个36。AI 聊天的一个聚合平台 Web UI 36，我们装一下看看它是什么效果，它怎么接入。先选择1，直接安装。装好以后呢，会给我们提供访问地址，目前是 IP 加端口的方式来访问整体结构还是非常主流的一个 AI 聊天交互我们聊天问一下你好，它应该是会跳出让我们输入这个 OpenAI 的 key， 我们并没有这个 key。设置里面有一个语言模型，点开这边呢，它是会有很多的接入包括我们之前本地的 Ollama 的这种 URL 的接入那我们今天是讲的是 API，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全关闭。对，它这边有硅基流动的一个快速填写的一个方法，点击它就复制了。复制以后呢，我们直接粘贴进来，我们把硅基流动这边打开，就已经接入成功了。我们点开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硅基流动我们刚才添加的，这边有 R1 满血版的我们选择问一下你好，你是什么模型，问一下它，看到了吗？它就开始思考。现在很多这种 Web UI 呢，它已经都接入了这种思考模式，接入 API 要远比大家在本地搭建的成本低，更加利于大家去使用。在设置里面呢，我们把这块就可以调成我们已经接入的 R1 就让它全部默认。因为现在 R1 基本上稳定了，不会再出现什么卡顿繁忙的，因为大家看到了我刚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添加个助手，然后可以在这边设置这个助手。资深的游戏策划，唯一让我感觉震撼的就是这个自动补全，它会接入大模型以后，把这个助手的身份全部设计得更饱满，然后名字也都给你设计出来了，这些都是自动生成的，头像也帮你换了一个符合的，给自己起了个名字。我让他帮我设计一个签到系统，去调用我们的 R1 大模型，消耗 token 给我们生产内容。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开源项目做的最有特点的，就是它可以真正意义上自动化帮你生成一个专门领域的 AI 助手。
思考完以后呢，就开始给你进行一个回答。所以有 API 的话，你不需要本地一直在跑了，你直接就调用人家的 API 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出于隐私层面上的考虑的话，你自己本地还是最安全的。但是本地的模型的质量肯定没有 API 这么给力了。装一个 Llama 3的模型。而且这个项目呢，它是目前是自带 Llama 3.2的大模型的，参数比较低，是在 VPS 上直接运行的。然后我们可以访问这个地址，到了 OpenWeb UI， 我们就可以点下一步，创建一个新的管理员账号，输入一个密码，点击完成。这个是走我们 VPS 的，当然你 VPS 性能不好的话，它会巨慢，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让它生成着速度还行，精度就比较差了。我们还是把它转换成 API， 然后依然在右上角这边选择设置管理员设置，就会有模型。这边呢，我们选择添加 URL， 这篇博客里头拉到最底下，我加到这边了它是 API 的一个入口，粘贴进来。然后我们的 key 刚才在硅基流动创建的，复制一下。这样的我们硅基流动能用的全部都进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模型就已经导入进来了。前头是 Pro 的，我们用不了，这个是要充值硅基流动你才能去使用。那我们一般的话是会用到这个，会调用我们刚才的那个R1来为我们解答问题。可能思考模式就给省略掉了，目前没有接入思考模式的一个效果呈现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带账户管理的一个 Web UI， 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可以做智能体、做工作流的 DeFi， 我们可以选择58。这边呢，我是装过的，你同样选择1安装就可以了。进入 UI 的话，你是需要创建账户的，我这边已经创建好的，并且是之前就已经接入过的。设置这边是模型你看我这边已经接入进来的，之前注册 DeepSeek 的时候支援的这个 API 我也接进来了。新注掉以后呢，我们往下滑，找到硅基流动这边，我们点设置，只会出现一个输入框，输入 API， 复制这个，直接粘贴进来，点击保存，它就会自动接入，帮我们导入进来。罗列以后呢，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么多模型都是可以去用的，不能用的它就直接就灰掉了。我们回到 DeFi 的主菜单，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助手，它这个就不能自动补全了。感叹号，我们用硅基流动的源这边依然选择我们的 R1 满血版。我们点击发布，它这边思考模式就用满血版的R1给你回答了。这边呢，你可以给它设定一个提示词你可以把这个上下文添加进来，依照这个上下文再去给你提供一些内容。我们讲了3个 Web UI 来接入我们这个硅基流动的 API 其他的 API 接入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。那我们第一个就讲的是这个优势，就是可以自动生成你这个聊天助手，内容呈现也是非常优雅的。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基础一点，简单一点，带账户管理。然后这个就是更专业层面上的 DeFi 工作流知识库，你就可以投喂数据来训练自己的大模型智能体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欢迎大家收看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